认真攻略从不漏球。大家好，我是琉璃啊。这期视频是第4赛季死灵法师中后期的泛用暗招的玩法分享。我建议你呢100级或者是有造好的装备威能基础再进行转型。那这个玩法的特色是兼用性，目标呢是狂潮、100层噩梦、中高层大秘境这3个主要的发育场景能够做到样样80分。200级 BOSS 还有其他的情况就需要稍微更换一下装备威能了。在此之前，先说一下这几天的测试结论啊。在 PTR 中，死灵法师个人觉得比较危险的机制呢，分别是夺魂者带 B 也能触发 A、28级的傀儡、白骨法师荆棘、采血者回血和召唤物击中回血，还有枯萎项链的额外幸运。其中呢，枯萎项链是篝火之后我就知道要阵亡的。高级傀儡精通在 RB 发推之后，我就知道设计师一定会关注，但没想到是直接傀儡现一这样的改法。而且精通限制胸部也变相导致了晋级召唤变弱，剩下的强固白骨法师普攻触发荆棘也在正式服遭到了削弱，这下人有5名代价为3了。剩下的2个机制目前还算是机制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王者之书选择了夺魂者的第1个强化之后，取消它再去点夺魂者的第2个强化，就能做到2个强化同时生效了，这样夺魂者就能既能产尸也能刷 CD 了。第2个是回血相关的，召唤物的普攻可以触发角色的击回，采血者威能除了增伤之外，还能在4秒内为我们回复 28% 的生命值，在刷狂潮的时候配合骄狂的效果很不错。不过这些小打小闹的机制先放在一边，赛季的药水现在是我们新的翅膀。第4赛季呢，我们击杀精或者地狱古币可以制作一个专属的稀有药水神圣霹雳，这个药水会在我们击杀怪物的时候对周围释放一圈神圣箭矢，它的伤害基于当前的难度和怪物的等级，还有角色的各种加成，用来速刷的表现非常不错。但死灵的召唤物本身它享受的额外加成是非常高的，导致呢由傀儡触发的神圣箭矢伤害是其他职业的10倍甚至9倍。我们甚至可以用它来直接秒杀100层大秘境的精英跟200级的 BOSS。高层的大秘境深坑里，只要 BOSS 会召唤，我们就能靠击杀它的召唤物来快速打死 BOSS。目前死灵已经靠它刷到了120层左右，200级的 BOSS 呢，只要会招小怪也能做到1分钟速刷1只。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暗招构筑会完全依托于以上的机制，它的核心构筑思路我们之前视频也提过了。输出方面主要是利用暗影系技能来触发枯萎关键被动和关键威能，来获得极高的增伤。因为这个赛季随从会继承100%的角色增伤，枯萎威能的120%增伤会全额的传递给傀儡，而夺魂者骷髅的攻击可以减少我们的技能冷却，所以我们给头、胸、裤子、盾牌这些部位回火一个血雾的持续时间或者冷却，就能在血雾状态用骷髅来刷血雾，实现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无敌不可选中的情况。装备威能和词缀大家可以参考暗黑盒，输出类的几个威能我这边都不建议你更换，而其中的控尸跟枯萎你可以自己选一个打项链。此外呢，传奇节点的邪性领袖需要100%的服从攻速才能达到最大的增伤，所以我们要保证角色的面板攻速加服从攻速加狂乱威能大于等于100%，这样才能享受到这个节点150%的独立增伤。没错啊，这个节点实际上是20%的攻速换30%的增伤，中文这边的翻译呢填反了数据。此外啊，当前版本还存在一个 bug， 那就是亵渎天性魂戒触发的卷须是没法触发血脉掌握的威能效果的，所以呢打怪的时候最好每6秒自己手动卷须一下。因为现在有药水在，我们是不缺输出的，所以日常速刷中带有减伤的盾牌会更合适。这样一来，防御和通用项的威能就有5个空位了，而其中的硬化白骨和秘术孔域2个是必带的，剩下2个位置可以选的威能就比较多了。我这里给的呢是采血、无光和魁梧的组合。采血可以让我们额外获得增伤和回血，无光的效果主要是快速叠枯萎来触发威能，以及呢打 BOSS 的时候加快踉跄的堆积。魁梧就单纯是给傀儡刷 CD 和产尸了。这2个威能啊都是可以换成你自己喜欢的，比如速刷的时候换成一个移速类的威能，有了军帽之后也是优先去掉这2个。王者之书方面，夺魂者肯定选 B 了，骷髅法师呢选 A 和 B 都好。傀儡这边看你使用的场景来，如果是刷高层和 BOSS 需要高输出，那么就带鲜血傀儡的 B 强化分支，这个分支可以让傀儡的输出额外提升 50%， 但鲜血傀儡的技能冷却比较长，所以你最好配合戒指或者项链的傀儡冷却时间回火来使用。如果是日常使用刷小怪，那就选择钢铁傀儡的强化 A 就好了。那么以上就是具体的 BD 说明啊，纯招这个玩法实际简单，打 BOSS 的时候你直接换成双手武器就好了。最后说一下中高层的操作吧，简单点说呢，就是丢诅咒，然后你开血雾进场，等待魂戒触发的卷须拉怪，然后脱离血雾自己控制傀儡上去拍一下，
高层如果一下没拍死，那就自己手动再拉一下卷须，然后再控制傀儡拍一下就好了。打 BOSS 呢，如果你不会躲技能，就一直血雾在附近等瘫痪就行了。刷高层的话，就需要加入一些自己的手位和操作了。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。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狂潮纯挂机箱的召唤构筑我正在开发中啊，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